首先，我们怎么找到自己的使命和价值？这是我遇到最多的问题，答案就是2个字：内观。当你学会了内观，你就开始慢慢的觉察这一切了。但是内观是很难的，多读点书，多和自己相处一下，少看点短视频，多找一些能触动你内心的东西。乔布斯为了发明苹果手机就内观了很久，他禅定就是为了内观的。当我们存在疑惑的时候，不要张嘴就问，要先在内心问一下自己。有人问普通人应该怎么应对未来？首先，这个世界是没有普通人的，是我们活活的把自己逼成了普通人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2片叶子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不普通之处。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出生也是非常幸福的事。现在的社会个人舞台那么多，只要用心挖掘，都可以活出自我，都可以实现并且发挥自己的价值，赚取应有的回报。我们既要看到这个时代的残酷和内卷，又要看到这个时代的公平和文明。多读书，多思考，少刷短视频，少看娱乐节目。如果你做的别人也能做，你能参与的别人也能参与到，那么你就心甘情愿地过普通人的日子。如果想过不普通的生活，就要忍受那些普通人不能忍受的日子，去做多少不普通的事，才能注定你能成为多不普通的人。互联网时代很容易随大流，做决策之前多深思一下，带着一个更高维的视角来审视当下，审视这个低维的我，做个冷静、客观、人间清醒的人很重要。中国文化讲到最后2个字就是空性。空性就是佛家讲的无我，道家讲的无为，是儒家讲的中庸。无为是无我之后的行为，而不是什么都不干。当一个人做事时没有自己的偏见和立场，完全只按照规律做事，就是无为。如何理解商业的本质？是看清真相，制造幻想。其实镰刀割韭菜是一场人性的共谋，有一个一心只想赚快钱的人，还要有一个利用这种贪婪去收割的人，是这2者的一种共谋。镰刀不断告诉你只要怎样就会如何，而现实情况是只有怎样才会如何。懂得只有怎样才会如何，你才能有稳定的内核。如果一直被灌输只要怎样就会如何，就会不断的被外界打乱，你就是那只被薅羊毛的羊。要相信因果，比如说炒房团，他们确实赚了很多钱，但现在你再看看这帮人，他们过什么日子？很多是妻离子散，很多人健康出了问题，还有很多人在其他投资上亏了钱。再比如说买彩票中奖或者一夜暴富，他们总以为同样的方式会发生第2遍，他们总以为自己还可以重复这样的好运，他会反复就不去找这样的模式，再也无法过上踏实的生活。这究竟是幸运呢，还是不幸呢？未来答案已经不重要，问题才重要。小时候老师让我们背答案，考试时只要把答案默写出来就可以了，而现在答案随时随地都有了。但现在我们反而越来越迷茫了。我们要记住，互联网的新时代问题比答案高一个维度，我们再往外寻找答案就没有意义了，反而向内寻求自己的问题才是核心。赚钱为什么会越来越难？只要互联网在发展，赚钱就会越来越难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我有个朋友之前是做线下教育的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西安等等都有辅导班，后来转型做线上。但是转型之后，他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之前各地都有当地的比较有名望的老师，学生在选课时候都是就近选择，上海的选上海的老师，深圳的选深圳的，西安的选西安的。但当所有的课程都搬到线上以后，学生选课都几乎只选第1名的老师，也就是说选每一个科的第1名。因为所有的生意一旦搬到线上，就不分区域间隔了，大家选择的时候只选择第1名。所有生意一搬到线上，大家都只选第1名，第1名才有饭吃，第2名可以再吃一点，第3名以后都只能赚辛苦钱了。这也叫数1数2，不3不4。这就是线上生意的最大特征，任何一个领域只能1%的人赚钱，剩下99%的人只能赚辛苦钱。竞争会特别激烈，科技越发达，整个社会的流通性就会越来越好。流动性越好的时候，
资源越会流向有资源的人手里，强者恒强。只要社会在进步，这种两极分化一定会越来越严重。在越没有门槛的地方，资源只会越虹吸越内卷。而现在赚钱的周期也被拉长了，就是中国人说的一句话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什么是时候？周期就是时候。核心思想是你创造的每一分价值，总有一天会回报给你。你审视的周期越长，会发现社会越公平；你给自己的周期越短，会发现社会处处不公平。我建议大家，既然反正钱也很难赚了，我们不如把自己的周期放长一点，给自己3年的角度来考虑当下我应该干什么。大家都想赚快钱，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强，而人都在追求确定性的东西。在不确定性越强的环境下，要追求确定性，但是欲速则不达。人生有2条出路，一种是内求的路，第二种是外求的路。内求的路是牢记自己的中心点和价值点，外界各种各样的工具平台都能为我所用，你是主体，其他就是客体。未来这是每个人都要走的路。什么样的人可以更加坦然地活着？就是那些主体感很强的人。什么样的人会一直在漂泊，很焦虑？就是那些没有主体感的人。这个世界上80%的都属于客体思维，有主体思维的人是很少的。我们经常提出的下面3个问题，只要把这3个问题搞清楚了，人的认知会瞬间提高几个层次。第一个问题，知道难还是做到难？大家都回答说做到难。第二个问题，提出问题重要还是解决问题重要？大家都说当然是解决问题重要。第三个问题，觉察难还是改变难？大家都会觉得是改变难，这就是大多数人的认知。这3个问题很简单，但是却很透彻，然而能想明白其中逻辑的寥寥无几。其实只要把这3个问题搞清楚了，人的认知会瞬间先提高几个层次。比如到底是知道难还是做到难，只要一个人认为自己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还不知道，因为知道的最高境界是不知道自己知道，真正知道的人是不会强调自己知道的，他是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，似懂又非懂。好比刘翔是不会在跨栏的一瞬间，他不知道怎么抬腿的；好比姚明投篮的一瞬间，他是不知道怎么伸手的；也好比李小龙出拳的那一瞬间，他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出拳的。他们是长期刻意练习的结果，而成为了一种本能。本能是没有方法和步骤的，那就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，是一种非常流畅的行为，一气呵成，然后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做到的，这才叫本能。如果一定要把他们的动作去做拆分，看看他们的技巧，那就是刻意而为之，那就不叫本能了，更不能叫内心的流淌了。只有当一个行为成为我们本能的时候，才叫我们真正会做了。所以知道就是做到，做到就是知道，两者是统一的，就像量子共振的2个量子。很多人只是把别人成功的所谓的技巧记住了，然后刻意去模仿，这样的人充其量是2流的选手。有句话这样说的，拿起笔就认为自己在写作的人，充其量只是个2流的作家。很多人问我能不能办一个写作的培训班，我说做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好文章的关键不来自于写作的技巧，而来自于写作人的智慧、真情和表达欲。高手是木讷的，都是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。好比《天龙八部》里的扫地僧，他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，他每天都在磨刀，都在练武，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，这才是高手。要想做出伟大的事情，刻意练习加内心的流淌，这2者缺一不可。而且当你做成了一件事之后，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恭喜你，功夫到家了。那么未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未来细分领域会变多，以前我们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未来可能是3600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因为社会的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多，你只要在某个细分里面形成核心优势，就是有信心能够超过这个领域里99%的人，这时再去做生意才有机会赚到钱，不然就只能赚到辛苦钱。
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未来3到5年，社会还会越来越卷，卷到我们都不能再卷了，实在无法再外求了，每个人都被逼着去内求了，才能不内卷。只要我们还可以野蛮生长，我们永远不会内求，只有整个社会都内求了，社会才能更加文明。未来的3到5年越来越卷，细分领域也越来越繁荣，这就是我们经济下一轮的增长的核心动力，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个体在崛起，每个人擅长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开始大协作，未来的社会很难再出公众领域的明星，会出很多细分领域的不同世界。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如同《道德经》里说的，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这才是也是世界的最好出路。如果很多人仍然在向外求，还在红海竞争，找不到自己也无法升级认知，会变成什么样？即使是这些不改变的人，未来我们也会好好的圈养他们，他们也会活得非常舒服。刷刷短视频游戏，看看直播，叫叫外卖等等，也挺开心的。他们就像宠物一样被我们圈养，我们也要尊重他们，这也是一种活法。好比我曾经的一支影片说，很多人来到世界就是为了凑数的，并不是每个人活着不是为了觉醒，反而很多人活着是为了睡得更香。未来为什么会心理问题大爆发？很多人表面上很光鲜，其实你一旦跟他深度聊天，就会发现他的内心早已是千疮百孔。因为物质越发达，人的精神就会越荒芜。现代人普遍的焦虑、恐慌，因为我们都被物质主义带偏了，早已忘记人生的本质和意义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未来绝大部分人脑子核心里会有问题，原因是绝大部分人都没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价值感，慢慢的会和这个社会脱节了，于是越来越割裂。现在直播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之前淘宝是靠图文，但是现在直播消费之所以能干过淘宝，因为它是感性的、情绪化的购物。人在心动的时候，感性的一定可以干过理性的，而且人在理性的时候是不消费的。直播最大的魅力可以调动人的情绪。很多人在直播间下单是为了人格魅力下单，真实、立体、感性。未来是糊里糊涂的人更多，人不再是因为有需求才购物的，人不再为了商品的功能而消费。未来越来越多的消费是感性消费，这才是未来消费的主趋势。一个人通过哪些方式来找到自己的内核？所谓内核，就是那些稳定不变的东西。内核极度稳定的人往往是干大事的。内核怎么来的？一种是天生来的霸气，二是后天修炼，靠不断和自己对话，不断和自己相处，慢慢会懂自己，越懂自己，越不需要去懂别人。内核是一个人成长很大的门槛。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倾听别人的声音，但就是很难倾听自己的声音。本质上还是因为人性里面的那种懒，因为往外看很容易，往内观却很难。匠心和自嗨的区别是什么？这就是好比自私和做自己有什么区别？所谓匠心精神，就是沉浸于自己的作品中。自嗨里有个字是字，就完全只在乎自己的感觉。其实自私的极致一定是无私的，因为对自己好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全世界都对自己好，也因此就要先讨好全世界，那不就变成了对全世界好了吗？这不就是无私吗？我做到极致是无我的，自嗨的最高境界是让全世界跟着你一起嗨。比如唱歌要唱成万人集体表演，先自己嗨，再让全世界跟着你一起嗨。打动自己一定可以打动别人，这也像写日记和写作最根本的区别。写作是为了影响和启迪他人，要引发社会更多的共鸣，它是有价值的。写日记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外面的世界和你是不相关的。很多人创业、谈恋爱、投资都是花钱买了教训，其实教训就是认知。如果有那么一个频道，不是让你通过踩坑来提升认知，这是你人生极大的幸运。才知道就有这个特点，
看才知道的影片是获取智慧最好的方式，多看几部影片，多与智者交流，你的人生会突飞猛进，也会少走很多弯路，少踩很多坑。送给大家2句话：获取知识的能力比知识本身更重要。自己的确定性可以抵抗世界的不确定性。一个人的经历跟一个人的认知没有必然关系，所谓的经历跟认知成正比，那是因为从一般人的角度考虑的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少数人是跳出这个规则之外，恰恰是这少数人才引领了这个时代的进步。我们离自己看起来是最近的，其实就是最远的。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个不断接近自己的过程。如果一个人早早的通过经历、读书、思考而开悟，这样的人都赚大了，而绝大部分人都是临死那一刻才会开悟的。关键是那一刻什么都晚了。所以我们要早一天的明白生命的本质，早一天的明白自己是谁，早一天的明白自己的天赋和使命是什么，来到这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。一流的高手说话的风格是什么样子呢？他们可以同时容纳2种截然不同的思维，然后还能保持中庸。中庸不是沉默，只要你说的话没有偏见，没有偏激，没有个人观点，就是中庸。外求和内求是不同的2种成长方式，从现在开始，外求的人会越来越难，而内求的人路会越走越宽。因为当一个人内求深度，发掘自己的能力、某种天赋的使命之后，这个人的力量是无限的。为什么劳动是人的第一需求？劳动是什么？是主动的创造价值，主动的帮社会解决问题，主动的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，这叫劳动。之前我们劳动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，而未来劳动是为了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。未来不能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的人会极度的迷茫，极度的无聊，极度的焦躁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，会像行尸走肉一样，最后一定会抑郁。你所看到的不公平是某个范围真的不公平，是你的认知范围之内的不公平。你的认知只要打开了，就会发现这个社会越来越公平。接下来分享提升维度的25句话，认知瞬间提升好几个层次。1. 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最深刻的道理是我最大的特点。最通俗的语言往往能反映最深刻的道理，这是阴和阳的统一，这叫做深入浅出。2. 极致的高手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是洒脱的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不会产生任何的执念和留恋。3. 任何一句话都有不成立的时候，任何一个观点也都有不对的时候，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，必须结合当时的环境去看。4. 内卷才是文明社会的开始，因为内卷会逼着大家内求，人都是被逼出来的，只要往外求，能赚到钱，就一定不会内求，就一定会往外寻找机会。都说赚钱越来越难，难的是那些外求的人，赚钱越来越容易，容易的是那些内求的人。5. 未来劳动是一种需求，之前我们劳动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，而未来劳动是为了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。6. 你的认知只要打开了，就会发现这个社会越来越公平，所见之处都是合理的。7. 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时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什么时候开始报？一个完整的周期之后，中国人是以3代人的命运为一个周期的。8. 不要骂收割者太无耻，被割的韭菜给予了他们机会。贪、嗔、痴才是自己被收割的根源，让坏人去收割蠢人，然后再让法律去惩罚坏人。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要不断的打击蠢人和坏人。9. 一个人只要偷尝了一次短平快的成功，上瘾的快感，他对所有正常的劳动和价值都会失去兴趣。就好比买彩票中奖的人总幻想自己可以再中第2次，很难再去踏实工作了。是，之前我们迷失在信息的洪流里，未来我们是迷失在答案的洪流里，各种网红都在贩卖答案和技巧。面对琳琅满目的捷径和方法，我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了。11. 真正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，永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，那是长期刻意练习，已经锻炼出一种本能，那是他们内心的流淌，
已经不在方法层面，而是更高层面。12. 写出好文章的关键不来自于写作的技巧，而来自于写作人的智慧和表达欲。运动、画画、演讲等等也是这个道理。13. 要想做出极致的事情，刻意练习加内心的流淌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14. 真正的修行就在砍柴、挑水、练功这些小事上，你是否有日复一日不为了功名利禄去追求的时候？ 15. 别人总结出来的数最多只能让你成为二流的选手，要成为高手，跟自己是否长期与这件事保持亲密关系休戚相关。16. 我们与环境的关系，我们与父母的关系，最好的方式是接纳但不影响做自己。17. 幸福的关键，赚钱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件事，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18. 做事情的最高境界是你把自己都打动了，比如你写着写着，你做着做着，感觉自己都被打动了，这个东西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。19. 自嗨的最高境界是让全世界跟着你一起嗨，所以先感动自己，再感动全世界。20. 所有生意搬到线上，大家只选第一名，第二名可以分一点，第三名和第四名都很难赚到钱，这叫数一数二，不三不四。21. 未来我们必须成为某个细分领域的第一名，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细分人群，围绕着这个细分人群做成细分领域的头部。22. 处于野蛮生长状态下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内求的，只有内卷才会逼迫人们去内求，只有整个社会大家都去内求了，这个社会才能步入文明，因为这样才能多元化协作发展。23. 未来只有爱这份工作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工作机会，如果工作只是交个叉、画个圆，无论哪所学校毕业的，到最后一定完完。24. 现在是思考力大于行动力，之前是行动力大于思考力。25. 人在理性的时候是不消费的，直播是感性的消费，直播最大的魅力是可以调动人的情绪，为主播的人格魅力买单，所以直播卖东西一定会远远超过淘宝。愿你我在开悟的道路上相互激励，内观自省，找到真正的使命和价值，携手共创光明未来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